美国和乌克兰主导的海上威风多国联演周一起在黑海海域开启，这也成为上周俄罗斯对侵犯其领海的英国海军卫士号驱逐舰实施开火警告予以驱离之后，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黑海展开的新一轮博弈。俄方证实，黑海舰队正在监视美国海军舰艇在黑海的动向。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演由美国和乌克兰于1997年发起，后发展为年度例行军演，通常持续2周左右。今年的演习将持续到7月10号结束。按美国海军第6舰队说法，今年的演习参与国家为历年来最多，届时将有来自32个国家的大约5000名军人、32艘舰艇、40架军机参与。演习项目包括抢滩登陆、地面机动、水下渗透、反潜作战、搜索救援等。隶属于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罗斯号导弹驱逐舰于上周6驶入黑海，将参与本次演习。美国驻乌克兰使馆临时代办称，罗斯号驱逐舰参加演习是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具体表现。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海上威风军事演习主要意图有2点：一是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不断制造不稳定局势；二是向乌克兰输送多种类型的武器、器械，并把武器留在那里。同日，俄罗斯国防部下属国家国防管理中心证实，俄罗斯黑海舰队正在监视美国海军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在黑海的动向。从这个可预见的未来来看呢，美国在乌克兰在黑海达成一个戏剧性的妥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现在，这克里米亚问题，然后黑海的航行自由问题等等，这些实际上是，美国用来制衡俄罗斯，或者说用来压制俄罗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早前还表示，此次海上威风演习名为海上联合军演，实际军事行动范围超过了乌克兰黑海领海的范围。此外，北约部队在演习期间将使用海军陆战队、空降兵部队的做法，不符合海军演习的一般规则。俄方将密切关注此次演习，必要时将作出回应。科纳申科夫还敦促美国国防部和英国海军在向黑海派遣舰船时遵循理性，这显然是对上周英国海军卫士号驱逐舰越界一事的后续反应。事实上，卫士号此次在黑海的活动也是为参与海上威风演习。上周3，卫士号在黑海西北部海域越过俄罗斯边界，纵深达3公里。俄边防军舰开火警告，苏24M 战机向英舰航行方向投掷航空炸弹警告，予以驱逐。英国国防部当天声称，英舰当时正遵循国际法无害通过乌克兰领海，没有遭开火。英方认为俄方当时正在黑海开展射击演习。这次事件重创了俄英关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上周6表示，俄英关系当前处于最低点。同日，俄罗斯海军还在塞浦路斯以南的地中海部分区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从本月1号至30号在塞浦路斯以南的一个小范围海域活动。俄海军演习区的北部边界与其仅相隔约30公里。俄罗斯卫星网称，对于现代海军而言，这样的距离简直算得上是贴身。如果说出现是一个美舰，是一个美国海军的一个舰，它可能就不会用这么强硬的方式，因为来的是一个英国船啊，那么好，我可以给你扔2个炸弹，溅点水花吓一吓你。俄方希望用一种更加强硬的这种手段来显示对这克里米亚的主权。但英国媒体周日曝光，就在卫士号事件的前一天，英国国防部一份约50页、包括电邮及简报的机密文件，在肯特郡一个巴士站旁被人发现。英国国防部证实，此前有雇员报告丢失了机密文件。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其中一组文件讨论了派遣军舰通过黑海水域的计划，还概述了俄方可能做出的3种反应：安全、专业、不怎么安全、专业和既不安全也不专业。不过，文件同时提出，若要避开与俄方冲突而让卫士号改道航行，可能会被俄罗斯解读为英国害怕或避开该水域，意味着英国间接承认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领海权。文件中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一个事实，即英国军舰卫士号通过俄罗斯黑海水域是一件经过精心策划的决定。尽管英国政府承认这一举动存在一定风险，为保证行动的顺利进行，英国政府还主动让
让 BBC 和每日邮报记者驻守军舰，以便事后进行独立核查，为此次行动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合法的说辞。BBC 则将此次行动描述成英国的炮舰外交，即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追求外交目的。英国军方试图以此来捍卫航行自由，以及表达英国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事件中的支持。他这种改变不了这个双方的这种态势，他这种这总的一个态势其实就是一个俄罗斯是一个守城的这种强国，这些守城的强国，然后其他美国带着这些北约的这些盟友，跟这些乌克兰之类这些国家来这个共同的制衡俄罗斯，就这个态势是改变不了的。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由美乌主导的海上威风2021演习今天在黑海揭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责是在俄家门口蓄意制造不稳定因素。您对此有何观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海从未平静。黑海是内陆海，被沿岸国家团团包围，出入地中海的路口有且只有土耳其所辖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现在我们重新看一眼黑海的沿岸国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俄罗斯这些年陆续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土耳其爆发过局部武装冲突，黑海的周边形势可以说比冷战时期又险恶了许多。在这种时候，美国仍然我行我素的在黑海纠集沿岸国家搞一场大规模海上演习，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打算给俄罗斯好脸色看了。前些天呢，刚刚碰了一鼻子灰的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者号驱逐舰，这一天陆续到访了乌克兰的奥德赛和格鲁吉亚的巴统，释放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英国政府支持你们继续与俄罗斯做斗争。海上威风多国联合演习由美国、乌克兰从1997年发起，逐渐发展为年度例行军演，通常持续2个星期。演习科目包括海上战术演练、海上拦截、海上攻势布雷、防御布雷、2栖登陆作战等等。从科目的设置上看呢，这个演习的剧本多年来就没有太大的变动。目标就是围堵，并且最终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进而攻占整个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当前几天拜登与普京在瑞士坐下来聊了个把小时，有人关注美俄关系会不会由此实现所谓的触底反弹，我就觉得是想多了。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是历史性、结构性与地缘性的，这意味着就算美俄双方各自在国内说服了强硬派想要坐下来好好聊聊，那些俄罗斯周边邻国，尤其是波罗的海3国、黑海沿岸国家，会不约而同地跳出来说，我们强烈反对。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